在法治上海，我们家竟然遇到了如此老赖不讲理的楼上邻居。现在搞得我们家里2位老人，年近70的2位老人，无法在正常的、健康的生活环境中生活了。咁么，㑚屋里向搿发生啥情况了呢？是？现在呢就是搿能介，阿拉屋里呢从2023年1月份开始，迭个吊顶开始迭个滤口板跌水下来，咁么阿拉拆开来之后，发觉迭个就讲卫生间呢，迭个伊拉相对应的就是淋浴位置的地方呢，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出现大面积的渗水。就侬楼高头搿是伊拉浴室间是？对个，就是他们的卫生间。当时辰光搿搭就讲侪已经出现漏钢筋了，严重到漏钢筋的情况了。就是自从我们发现他们家漏水开始，就这个天花板就是发霉，就整体的这边都发霉。但是呢，因为他的租客是群租的嘛，一直在上面使用。然后业主呢，号称自己在山东的，就不肯赶过来，刚要抽他有空，那么就一直延续到4月份，23年4月份他来了呢，一开始就是要武力就暴力我们，震慑一下我们，但是呢，我们当时就报警了，警察就讲你们有什么诉求，因为漏了老严重了嘛，然后阿拉讲只希望他就不要漏水来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也不需要赔偿了，因为毕竟邻里和谐嘛，对吧？然后就这样，就等于是解决掉了。那他当时也说承诺，就刚他马上会找就是施工队修好的。然后我们也就是表示理解的状态下，也刚谢谢阿拉爸爸妈妈2位老人这么宽宏大量，还有短信。那么阿拉还想大家都是正常社会人，肯定就修好了，对吧？没想到他请的那个施工队的师傅也没有修好，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漏水点嘛，还是没有解决，还是在渗水。那么阿拉给你反映了，他就以其自己在山东为由，一直没空就来。那么阿拉没办法，观察了大概大半个月，是吧？就在用水了上面。对，他租客完全不顾漏水，无奈之下只能找到就是居委嘛。居委会来调解，居委肯定也是跟物业这边一起过来嘛，确定好是楼上的责任了，对吧？而且他当时业主他委托他妈妈和帮他当时承揽他防水工程的那个施工队的包工头过来检查了大概2个月左右，于23年6月15号签下了承诺书，说他租客走后，就是6月30号走后。他会再重新做防水的，谁知道？那我们等到7月份，物业和居委就跟我们说，他们就是由物业来承接他的防水工程了。那我们想也没问题，你只要做好就好了，对吧？好，那个时候就来了，他就说物业说了，不是我们家漏水，我们家不修了，就这样说。然后那我们去找物业跟居委了嘛，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你们去告吧，告隔壁那栋楼的那个相应的那家人家。那我们说。隔壁那栋楼你要拿证据的，对吧？物业经理说他猜的，但是其实我们是很简单的房子嘛，1梯2户的，对吧？而且是2栋楼的管子都是独立的，对吧？而且同时我们很严谨的嘛，问他，那如果你说是隔壁那栋楼，隔壁那栋楼直接的底楼有没有渗水？他说没有的。那我们就说，那你这个要拿证据的，对吧？他说我们不出证据的。你自己去告吧，告隔壁那栋楼的2楼，等于是扯皮了嘛，对吧？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只能起诉了。到了起诉之后呢，就是楼上业主嘛，他就继续出租，在明知道还在漏水情况下继续出租。就他给的理由是，物业经理跟居委都可以帮他作证，不是他家漏水，就居委、物业都不管了，就不管这件事了。直到就是到今年2月底，法官也到我家来看了，现场勘验。因为被告一直以其在山东为由不肯过来开庭，那法官到我家来勘验了，说这种情况肯定是他们家201的责任，对吧？但是他现在给到法院的承诺说，物业已经帮他修过了，法官这样说，他想就是看看。应该是不漏了，让我们再观察观察。然后法官说，你如果还是要就是诉求的话，就诉求他赔你钱吧。我说我们自始至终就是考虑到邻里和谐，就不希望就是搞僵关系嘛，就算了，就只要修好就好了。他说修好了，那我们再观察咯，就撤诉了。直接到4月份，可能天气也变暖了，楼上这种就开始洗澡频繁了。那好了，这个水就开始渗了，严重了。那就像我现在这样，指头贴着都直接渗下来了。对，那我又报修了嘛，肯定先报给居委，报给街道，对吧？街道1、2、3、4、5之后发工单给到居委，给到那个物业过来检查了，说确定是还是他2014防水没做好。然后他得到了，可能也从居委那边或者物业经理那边得到了消息，就开始辱骂我爸爸妈妈了，说什么你们2个上海老不死的，还骂我妈妈上海老逼。
所以我现在就很气愤的就是他连最基本的就是道德都没有了，故意不修好来欺负2位老人，还说就是要弄死他们2个人，就好像我们作为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他们都不考虑。他只考虑他自己要收租，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是预制板房嘛，我们这边也自救过了，对吧？于去年23年5月份自救过了，修得很好的。但是由于它上面没修好，一直在渗水。你看，现在才1年不到，就已经渗漏成这么严重了，这种都有墙体开裂的这种怀疑了，所以特别担心。所以我就想让广大的网民啊什么看看，就是对于我们家2位老人来说，现在无处伸冤了。